很快，连欧阳婷都跑出去和弟弟妹妹们玩成一团，只有欧阳雅还坐在凉亭下，边品着香茗，边看着弟妹们热闹。她的性格让她难以像弟妹们那样肆无忌惮地玩乐，不过看着弟弟妹妹玩得那么开心，她的心情也跟着变得美丽，觉得战远期的茶都对她的胃口。以往她是很少喝茶的，她喝咖啡居多，每天都要喝2杯咖啡才能坚持住。战远回到自己的宿舍，躺在床上时，并没有立即进入梦乡，而是拿着手机和兄弟们聊天。他和五哥还有七弟因为年纪相差不远，玩得最好，平时也是聊得最多。此刻他是和七少语音通话聊着天，问起家里的情况，奶奶有没有骂他不回家过年。战七少回答他家里一切安好，奶奶没有骂六哥。奶奶天天都乐呵呵的，开心得很，三哥带着三嫂回来过年。奶奶说咱们家人口越来越多，美滋滋的呢，还说明年过年的时候家里会更热闹，叫哥哥们加把劲。追妻成功的就赶紧生个娃，还没有追妻成功的赶紧追妻。战远，奶奶真没良心，给我挑了个这么远的未婚妻。为了追妻我才不能回家过年的，奶奶居然也不想我。战七少笑道，是六哥不想回来吧？真想回来的话，你老板也不可能不给你回来。对了，六哥、海玲姐和东明哥领了结婚证，还有苏少主也结婚了，感觉咱们身边的单身贵族一个个都成家立室了。战远都结婚了呀，那奶奶可有说什么？他和欧阳雅还在原地踏步呢。奶奶没说什么，三哥带着三嫂回来过年，奶奶乐呵呵的，四哥还没有回来，不知道是去干嘛了，也有可能是追妻没有进展，觉得丢了奶奶的脸，不敢回来吧。五哥神神秘秘的，就是大哥都还不知道奶奶给他挑的人是谁。看五哥最近总是带着笑，想来是比四哥幸运的了。战七少跟六哥说着哥哥们的追妻情况，毕竟是奶奶交给哥哥们的任务，再过几年奶奶估计也会给他和老八挑妻子人选了。有四哥这个前车之鉴，战七少早就和老八沟通好了，等到奶奶操心他俩的人生大事时，他们都听奶奶的，100%相信奶奶的眼光，不想像四哥那样去追求他自己相中的，结果到现在连人家姓什么都还不知道，失败啊。六哥，你和我六嫂进展到哪一步了？由于放年假在家里，战七少闲得无聊，才会想着和六哥聊些家常事，顺便听听八卦。我和你六嫂还在原地踏步，你六嫂不是个轻易动心的人。我也不着急，反正我在她身边了，慢慢来，总会让她爱上我的。战远觉得他一直守在欧阳雅的身边，就算奶奶给的1年期限到了，他还没有娶到欧阳雅，奶奶也不会说他什么的，不会真的不让他回家过年。别看欧阳雅姐妹几个聚在一起时，也会聊聊哪个男人帅，甚至相互打趣调侃对方，其实他们都是很清醒的人，不会轻易动情。对于他们的另一半，他们也有要求的，一是家世与他们欧阳家相当，二是本市或者邻市的，反正距离不能太远。战远在欧阳雅工作了一段时间，私底下早就摸清了欧阳雅择夫的要求，奶奶给他选了欧阳雅，他还以为容易，现在才明白其实也不容易。欧阳雅不容易动情不说，就是欧阳雅不会远嫁这一点，就会横在他和欧阳雅之间。难道他要上门？三嫂也冷情，不过三嫂有个孪生弟弟，跟三嫂一样能干的。三嫂嫁入战家，她娘家公司可以交给弟弟打理。欧阳雅的弟弟才上小学1年级，指望欧阳俊接班，至少也要20年左右。战元想，等到他和欧阳雅感情稳定了，他得回家一趟，跟家里长辈沟通一下，若是欧阳家要求他上门，长辈们同不同意？就算不上门，他估计也要长期在 X 省这边生活。他放心不下欧阳雅吗？那个姓龙的中年男人都打欧阳雅姐妹俩的主意呢。战七少笑道，六哥去了那么长时间，还在原地踏步呀。
被弟弟取笑了，战远忍不住说道：“你以为追妻很容易？奶奶是给我们挑好了人选，都有难度的。到时候奶奶给你挑好了人，你就知道了。”哈哈，我还不用担心，我们3个还小嘛。战七少觉得他至少还能逍遥快活4年，老八还能快活5、6年左右，而老九就不用说了，老九都还没有成年呢。我也不会像哥哥们这样慢吞吞的用温水煮青蛙的方法，我直接就说对他一见钟情，然后展开热烈的追求。烈女都怕缠郎，我又这么优秀，在我的攻势下，我就不信我未来的另一半能抵挡得住。说不定我3个月就攻下他，半年就领证结婚办婚礼，提前半年完成娶妻任务呢。战远呵呵2声，你想得倒美，除非你像大哥和大嫂那样能够直接领证闪婚，否则你都得折腾一段时间才能抱得美人归。奶奶的眼光毒，挑的人都不会差，同样的也不好攻。她到现在都还不敢流露出对欧阳雅的半分感情。好吧，他们俩也还没有什么感情，他是把欧阳雅当成老婆来看待，但在欧阳雅眼里，他只是他的私厨，随时都能换掉的厨师。在他没有情不自禁地爱上他时，他都不敢表白，否则分分钟就会失去工作，被欧阳雅赶出欧阳家。战七少校，若是奶奶给我挑的对象乐意与我闪婚，我不介意学一学大哥大嫂的，来个先婚后爱。他们战家的男人忠于家庭，忠于婚姻，只要结婚证一领，只要老婆不给他们戴绿帽子，他们都会宠着老婆一生一世的。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吗？闪婚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至少大哥大嫂就过得很好。当然了，他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闪婚都能幸福，很多人闪婚后发觉与对方合不来，很快就会离婚的比比皆是。战远，我要午休了。说着直接挂了电话，不想和老七再聊下去。战远睡了1个小时便起来，他要为未婚妻准备火锅的食材，汤底是很重要的。欧阳雅一家子吃火锅的话，其实战远很轻松，他只需要准备好汤底就行。火锅食材有别人准备，就不需要他亲力亲为了。当然，他乐意亲力亲为也可以。战远在厨房里忙着的时候，听到外面大厅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声问，那声音带着笑，问着欧阳雅：“欧阳，你家那个帅哥厨师呢？方便让我瞧瞧吗？为了看看你家的帅哥厨师，我特意不带我老公过来，免得他乱吃飞醋。长得帅也是麻烦，一个个都把他当成猴子来看。他在兄弟当中还不是最帅的呢。大哥是最好看、最有个性的。要是这些颜控见到大哥，会不会疯狂？”听到欧阳雅说道：“你别太热情，等下吓到了他。他还在厨房里忙着呢，你是冲着他来的，不是想和我聚一聚。”若彤，我太伤心了。原来是傅若彤，欧阳雅的朋友。战远没有见过傅若彤本人，不过知道他和欧阳雅的关系。偶尔欧阳雅会提到傅若彤，说傅若彤就是个颜控，得亏她早早嫁了，否则见一个帅哥就爱一个。在街上若是遇到一个帅哥，她还会偷偷的跟着人家，偷拍几张别人的美照才会罢休。傅若彤笑哄欧阳雅去了，并没有真的一来就直奔厨房看帅哥。也是通过这些女孩子，战远才知道，原来一般女孩子聚在一起，也和男人们聚在一起一样，讨论着异性。同性相排斥，异性相吸引吗？大厅里传来了欢声笑语。战远想到了自己的家里，这个时候游游山庄也是很热闹，是奶奶最开心的时候。然后都聚在大伯那边，说说笑笑，好不开心。每年到了年假，他们全都放下手里头的工作，既是让自己放松放松，也是为了专心陪陪家里的长辈。老人家其实就和小孩子一样，害怕孤独，喜欢有人陪着他们。父辈还好一点，夫妻齐全，有个伴儿。就是奶奶孤独，爷爷走了，奶奶只有儿孙了。他们当儿孙的若是不孝顺，不陪伴奶奶，奶奶会非常孤独的。准备好了食材，备好了汤底，
战远的工作基本上完成。不久后，他见到了傅若彤，是个年轻漂亮的少妇，跟他家欧阳雅完全不一样。都不知道性格不同的两个人是怎么能成为好友的。战远认为是傅若彤太缠人，肯定是他总是缠着欧阳雅，缠的时间太长，欧阳雅被迫的接纳他为友。见到了战远后，傅若彤就没有那么放肆了，客客气气地问了战远几句。当听到战远是来自管城时，傅若彤忽然问道：“管城第一豪门战家跟你有关系吗？”战远黑眸闪烁，没想到傅若彤会问这个问题。欧阳雅调查了他2次，都没有将他和管城第一豪门联系到一起呢。骗人，不能。战远很快就做出了选择，温声答道：“有关系，那是我家。”“你家管城的战氏集团哦，那是你家的公司吗？”傅若彤震惊地问道。他看着战远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欧阳家的人都看着两人。是我家的家族公司，祖宗有本事，创下来的基业，现在我大哥管理着。你在兄弟当中排第几？傅若彤跟着丈夫去管城出过差，还在管城玩了半个月才回来。对于管城的第一豪门还是知道一点的，而战家的好家风也是让傅若彤印象特别深刻。他更听说战家的儿郎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还真是。战远这个战家少爷真的帅得人神共愤，就是战家的少爷怎么会跑到欧阳家里当厨师？战氏集团虽说远在管城，其财力与欧阳家是不相上下的，而且战家的儿郎都很有本事，人人都能独当一面，这一点比欧阳家强很多。不同的就是欧阳家晋生女儿阴盛阳衰，而战家晋生儿子阳盛阴衰，听说已经好几代没有女儿了。战老夫人盼有个女儿没盼成，又盼孙女，依旧失望，现在在盼着能有个曾孙女。当时听说了战家的事后，傅若彤还和丈夫说，以后嫁入战家的女人，谁有本事生个闺女出来，那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第6，傅若彤起身，客气地伸出右手要和战远握手，嘴上笑道：“我去过你们管城，在那边玩了半个月，知道你们战家的一些传说，战六少幸会幸会。”战远看了欧阳雅一眼后，才象征性的和傅若彤握了握手。战总是你的亲大哥吧？傅若彤听说了，战少和六少是一母所生。是我亲大哥，我们家兄弟关系都很好，就算是堂兄弟也很亲近的。我知道你奶奶是个开明的老人家，也是你们战家的定海神针。听说你们兄弟9个都是你爷爷奶奶培养成才的，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奶奶呢？特别是自己儿孙没什么本事的老人家，只要提到管城战家的老夫人，都对老太太羡慕的不行。别人能培养出一个接班人就很不错了，老太太是培养了9个接班人，随便一个孙子拎出来都能当接班人，能挑起战氏集团的重担。感觉优秀的孩子都投胎到了战家去，有开明的长辈，晚辈又都是人才，这样的家族不兴旺才怪呢。怪不得战家在管城稳坐着商界霸主之位，多少家族想超越战家都无法超越。战远笑笑，谢谢傅小姐对我奶奶的夸赞，我奶奶是很好，在我们的心里，我奶奶是天底下最好的奶奶。傅小姐，你和我们家大小姐吃火锅吧，我去做事了。战远很快退下，他知道欧阳家所有人都想问问傅若彤，怎么猜到他是战家的少爷？战这个姓氏并不是大众姓，欧阳雅却没有将他和战家联想到一起，大概是想到战家是管城的首富，第一豪门，他们家的少爷不会跑来给他当私厨吧？他是冲着做菜来的，追妻都排到做菜后面去。等到战远退下后，欧阳雅才问好友若彤，你知道管城战家？战远是战家的6少爷。欧阳，你没有去过管城，管城跟我们距离得太远，你们家在那边也没有生意。
你没有去了解很正常。我是去那边玩了半个月，我婆家在那边有生意。上次跟我老公去那边出差的时候，听了很多与战家有关的八卦传闻。在管城有好几大家族，其中最强盛、最富有的家族便是战家。战氏集团在管城商界的地位，就跟你们欧阳家在咱们这里的商界一样的。傅若彤向大家介绍着战家，让大家对战家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介绍完战家后，傅若彤又补充一句，战家的家风极好，他们家的男人都很专情，只要他们结了婚，就会一辈子忠于婚姻，忠于家庭，不会出轨。不知道多少女孩子想嫁入战家，不是图战家的富贵，而是图战家的男人专情。咱们女人谁不想嫁个有情郎？更何况这些有情郎还很优秀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而且都很帅。我就是没想到战家六少爷居然千里迢迢的跑过来给你当厨师。战家这一代共有9位少爷，我们听说最多的是当家人。战家的大少爷战印，你这个私厨和战印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呢。在管城倒是不怎么了解战六少，他挺低调的，只知道他打小就喜欢做菜，做菜特别狂热。是了，我明白了，他为什么会跑过来给你当厨师，那是因为他对做菜的狂热。欧阳，你的嘴巴太挑，给你当厨师，你会挑很多毛病，那些毛病其实也是他们厨师的做菜缺点，被你挑出来了。他们若是心胸宽广，能够虚心接受，再自己琢磨着改正，厨艺就能够更进一步。战远大概就是冲着这一点来的。不是，欧阳，你请他当你的私厨之前，你没有去调查过战远吗？傅若彤好奇地问着。以他对好友的了解，欧阳雅应该会去调查的。欧阳雅脸色竟然有点红，她说道：我查过，还让人调查了2次，只查到他是个事业有成的年轻老总。他天生爱做菜的事也查到了，所以他给我当厨师，我对他都是很客气的。他欣赏有本事的人吗？知道战远事业那么成功了，但为了让自己厨艺更上一层楼，放下身份跑来给他当厨师，这种为了追求厨艺更高境界的精神值得他尊敬。我没有查到他是战家的6少爷，所以我没有将他和战氏集团联系在一起。奇怪了，我查到他名下的酒店、餐馆什么的都与战氏集团没有关联的。傅若彤笑道：很正常，他们兄弟除了接管家族事业，也会自己创业，他们自己的公司未必会与战氏集团有关联。还有一点，可能是你调查战远时被战家人发现了，他们知道战远想学习，所以帮他遮掩了一下，没有让你查到他其实是千亿豪门的少爷。战家和苏家关系很好的，苏家的信息网很强大，你去调查战远很容易被发现。欧阳雅不说话了。欧阳家的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谁都没想到战远这个厨师原来身份不简单，堂堂战家的6少爷居然跑到他们家里当厨师，战家的长辈也不拦着。哦，若彤说战家的长辈都很开明，开明的长辈，好的家风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，怪不得战远那么优秀，他周身气度也极佳，原来人家是豪门少爷。大姐，战远哥哥怎么了？咱们能开吃了吗？欧阳俊兄弟俩听得一塌糊涂，只知道战远哥哥家里不简单，战远哥哥也好厉害，傅姐姐都和战远哥哥握手了。其他的兄弟俩还小，理解不了，只知道他们肚子饿了，想吃火锅。天气冷，吃火锅最舒服。欧阳雅笑道：你们俩就知道吃，放进锅里的肉呀、菜呀都熟了，可以开吃了。说着，他帮2个弟弟都夹了2筷子的菜，有肉有虾也有蔬菜。他动了筷，大家都跟着动筷。傅若彤用公筷夹了1筷子菜进自己的碗里，尝了尝味道后问欧阳雅：汤有多的吧？能不能给我先喝1碗汤？这汤的味道正呀，我喜欢。他最爱喝汤了。
欧阳雅当即吩咐一名佣人进厨房里帮傅若彤盛碗汤。战远的真正身份被傅若彤问出来后，欧阳家的人是很惊讶，不过在美食面前，他们很快就甩开了惊讶，先尽情享用美食再说。战远是自己跑过来应聘厨师的，又不是他们绑来的。既然战远都能放下身份，甘愿当个厨师，他们就把战远当成厨师了。在这里没有战六少爷，只有战远这个厨师。这样想着后，大家就将战远的真正身份甩到脑后。等大家吃饱喝足了，坐了片刻后，欧阳雅让佣人进去和战远说，他想请他陪他出去散散步，消消食。其实是私底下好好的问一问战远身份的事。数分钟后，两个人便在院子里慢慢的走着。路面上的雪被佣人铲开了，路边的积雪还堆得厚厚的，两个人边走边赏赏雪景。好几分钟了，战远先开口，他歉意的道：大小姐，我并不是存心隐瞒的，主要是你们也没有问过我。问我家里有什么人时，我都是如实回答的。我没有说你存心隐瞒，就算你一来就告诉我，你是战家的六少爷，只要你是诚心应聘，厨艺又过了关，我照样会录取你，不会因为你是谁家的孩子就不录取。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你家世那么显赫，知道你自己有酒店有餐馆，算是事业有成。我对你都很是尊重，我很欣赏强者。在他眼里，战远算是餐饮行业中的强者了。我只是会投胎到战家而已，家世那是祖宗给的。我们其实更想靠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天，那样才是自己真实的本事，接管家族事业。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。欧阳雅笑了笑，说道：接管家族事业的人，若是没有真正的本事，也无法挑起重担，其实一样能证明自己。当然了，创一代和富几代意义上不一样，有家族托举的，做出再多成绩，别人都会说是靠着家族的托举，若是做差了，别人会说是败家子，没用，说什么富不过三代，等着你们家破产倒闭。所以没有真本事的人是无法接管家族事业的。战远默了默后说道：你说的也对，像我大哥就很有本事，虽说我们几个都可以挑起重担，但还是没有我大哥那般稳重。他在我们兄弟当中才是真正的定海神针，有大哥在，天塌了我们都不用担心。也是因为有大哥在，我们才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欧阳雅想到了自己，她是长姐，有她接过了家族的重担，下面的几个妹妹，她们以后想做什么都可以，就不用像她这样被锁死在家族事业上。你是个幸福的，欧阳雅由衷地说道。她也希望有个人能托举她，不用她挑那么重的担子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自由自在的。战远笑，你呢？他偏头看他，欧阳雅也看他，两个人视线相碰。欧阳雅很快就别开了视线，战远还看着他。他其实很喜欢看他，他虽说有点冷，那是为了树立威信，压得住公司那么多的人。他的本性应该不会那么冷，不过他的颜值是真的高，奶奶挑的人就没有差的，不仅家世好，能力强，就连颜值都很高。奶奶常说一代好媳妇，二代好儿孙，不仅仅是教育上的，还有颜值上的。别人说他们战家男儿个个都是美男子，不就是奶奶当初给父亲和叔叔们挑的媳妇儿，颜值都很高，父母都是俊男美女，他们再丑也丑不到哪里去。我呀，要说我幸福吧，担子太重，有时候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我不是天生的强者，是生活所逼，当初接管公司那是不得已的事。要说我不幸福吧，我家里还是很和睦的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几房人都和睦相处，叔叔婶婶待我一如亲生女儿一般，妹妹们也敬重我这个长姐，就是被大家宠着的阿俊和阿健，在我面前也很懂事，不会挑战我长姐的权威，回到家里就能完全放松心情。
享受着家庭的温暖，算是幸福的吧。战远说道，你是长姐，在你弟弟还小的情况下，也只能挑挑重担了，待到俊少长大成人，你就可以退下来好好的休息，到时候我陪你周游世界，免得你出去旅游饿肚子。战远描补一下，免得欧阳雅起了疑心。阿俊过了年才7岁，离成年都还有11年，成年后还要念几年大学，再磨练几年，等他真正能接班，至少也要20年吧。欧阳雅都不敢去想退下来的事，知道没那么快。20年后阿俊能接班时，他也将近50岁了。若是他这2年就嫁人生娃，将欧阳家的公司交到阿俊手里，再过几年他自己的那些生意也可以交到他的孩子手里了，那样他才能真正的退休。战远，当初我派人去管城调查你，你知道的是吧？我没有查到你是战家的6少爷，是你不想让我知道。没有。战远实诚地道，我不知道，是我大哥告诉我的。大哥说你去查我，还查了2次，你没有将我和战氏集团联系到一块儿，是我大哥替我遮掩的。他知道我过来是为了做菜，为了让我的厨艺更上一层楼。若是让你知道我是管城首富家里的少爷，你未必会请我当你的私厨，就得不到你的指点，我的厨艺也就无法再上一层楼。大小姐有没有觉得我最近做的菜比出来时更好吃了？欧阳雅嗯了一声，她现在做的菜是比出来时更好吃，反正她吃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吃厌。如果大小姐知道我是战家的6少爷，大小姐会请我当你的厨师吗？欧阳雅，可能不会吧，所以我大哥就帮我遮掩了，并非我有意隐瞒。你也没有仔细问过我这些事，我在管城都很低调，来了你们这边也不可能嚷嚷着我是管城首富家的少爷。欧阳雅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，你是我见过最喜欢做菜的人，明明你那么成功了，家世也好，不必为名为利，你还是这么努力，能够放下身份跑那么远来到他家里当厨师，对做菜他是真的很热衷。战远停下脚步，眼神深深地看着他，忽然说了句，如果我说我来了 X 省，其实是要讨个老婆回去，你信吗？欧阳雅很是意外，你有喜欢的对象？他在我们这边。欧阳雅好奇地问。八卦之心人皆有之，他也是个凡人，也会有八卦心的，特别是战远的八卦，他千里迢迢跑过来，是为了讨个老婆回去，让他好奇是哪个女孩子魅力那么大，隔着万水千山也能将战家的6少爷迷得团团转的。我奶奶是个老顽童，公司的事让我大哥打理得很好，他老人家虽说老当益壮，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了，就将他的那些鬼点子用到给我们这些当孙子的挑老婆了。欧阳雅莞尔，老人家也是为了你们好。这天底下的长辈怕是都会有一个通病吧，自己家里的孩子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动静，他们就开始操心。就是我现在打理着家族事业，我妈其实也在操心着我的婚事，既要我继续打理生意，又想我嫁个好男人，还不能远嫁，怕我嫁得太远，难以再兼顾娘家的事。我妈总是说女孩子的花期短，没有男孩子的那么长，过了青春期还没有找到男朋友，就会越来越难。说什么25岁之前是我挑别人，25岁之后就是别人挑我了，转过年我就27岁，谁挑我能让我看得上的年轻男人都没有几个，在 A 市找是找不到，本市有多少青年才俊，欧阳雅都知道，没有一个能让他动心放心的，他们往往是冲着欧阳家庞大的家业而来，知道阿俊年幼，知道他是欧阳家的当家人，觉得拿下了他就等于拿下了欧阳家，能够一点点的吞掉欧阳家。欧阳雅也不敢恋爱，怕被人算计了，就是爱慕谁他都不敢有念想。我欧阳家大业大，是多少人眼里的肥肉，我是真不敢恋爱结婚，怕为欧阳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
为了钱，为了利，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。就是豪门少爷，他都防着，更不要说那些凤凰男了。我也知道奶奶是为了我们好，我们兄弟几个，妻子人选都是奶奶挑的，我们的父母都不操心这样的事。战远又继续往前走，他走了，欧阳雅便跟着，两个人并肩走着，郎才女貌，宛若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刚才听若彤说了，你们的奶奶是个很开明的老太太，是你们战家的定海神针，她老人家操心你们的婚姻大事了，你父母自是乐得轻松。欧阳雅想起了自己的奶奶，她说道，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很疼爱我的，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孙辈，虽说只是个孙女，但他们依旧很爱我，若是他们还活着，怕是也早早就为我的婚姻大事考虑了。有奶奶帮你操心着婚姻大事，这是一种福气，你要惜福。战远笑，那是我们兄弟几个都很惜福的。奶奶给我们挑好了妻子人选，我们有了目标，就盯着一个目标去努力，总能让奶奶满意的。我们是100%相信奶奶的眼光。你奶奶给你挑的妻子人选在 X 省。欧阳雅恍然，她是在 X 省，等我被你炒了鱿鱼，我就要展开追妻行动了。当然了，你若是不炒我鱿鱼，让我可以继续干着高薪的工作，追起老婆来也有底气。至少我在他眼里不是无所事事的二世祖，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追妻，让我未婚妻爱上我，我就追妻成功了。欧阳雅好奇地问道， X 省离你们管城那么远，就是坐飞机都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到，你奶奶是怎么看中你未婚妻的？你未婚妻在 X 省哪个市？是哪家千金？战远答道，我也不知道我奶奶是怎么看中我未婚妻的，她老人家经常到处飞，一把年纪了还到处飞，我们都管不了她，也就是我大哥管一管，我奶奶才会在家里安静待上一段时间。若是我大哥一松懈，我奶奶又不知道飞到哪个角落里了。不过现在我家兄弟到了我这个老六，就暂时打住了，老七到老九这3个还小，奶奶不着急帮他们挑老婆，家里又接二连三要办喜事，大嫂身怀6甲的，奶奶最疼爱大哥大嫂，估计会有1年的时间老是待在管城。我未婚妻是谁吗？等到我追妻成功了，大小姐就知道她是谁了。总之我奶奶给我挑的她，我很满意，与我也很般配，我奶奶的眼光毒得很，给我们挑的人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战远又说了自己几个哥哥的爱情故事，让欧阳雅对战家的事有个大概的印象。欧阳雅听得津津有味的笑道，怪不得若彤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后，那般惊讶，对你的态度一下子就不一样了。你们战家的家风真好，家里人也很好。想到妹妹对战远的欣赏，欧阳雅试探地问，战远，你奶奶给你挑好了妻子人选，你就一定会娶那个女孩子吗？不会换人。若是有个人比你未婚妻更优秀的，他还很欣赏你，你不会动心？战远猜到他这一问是为了欧阳婷，欧阳婷对他的欣赏他知道，也知道欧阳婷的欣赏纯粹是欣赏。欧阳婷反而看出了他对欧阳雅的不一样。姐妹俩私下相处时，欧阳婷应该有跟姐姐说过的，只是欧阳雅担子太重，她暂时不考虑婚姻大事。战远肯定的道，不会，我虽然还没有追妻成功，但我认准了她，她就是我的未婚妻，以后也会是我的妻，我们战家不许离婚，除非老婆给我们戴了绿帽子，不过那种事不会发生。奶奶挑的人都是人品极好，三观正的，我会忠于婚姻，忠于家庭，一辈子只爱我老婆一人，其他人再优秀，那是其他人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有四哥的前车之鉴，战远不想像四哥那样，他有那个时间，还不如好好的钻研做菜。欧阳雅颇为遗憾地道，好吧，他得和阿婷聊聊了，战远有未婚妻的，让阿婷早点死心。相处了一段时间，欧阳雅对战远也了解几分，
战远说得出做得到，只能说妹妹与战远有缘无分了。两个人在院子里边散步边聊天，不知不觉就绕了一圈，已经弄清楚一切后，欧阳雅便和战远说道：“战远，我好了很多，不觉得胃撑着了，不用再散步，你回去休息吧。”战远温和地应了一声：“大小姐若要吃宵夜，就打电话给我。”好。战远在欧阳雅的目送下走了。等他走远，欧阳雅才回到屋里去。家里人都还没有散去，还聚在一起，听着傅若彤说着战家的人和事。傅若彤不过是在管城住了半个月，知道的也有限。饶是这样，欧阳家的人还是震惊不已，怎么都想不到战远竟然是千亿豪门的少爷。他和以往那些私厨不一样，不为名不为利，真的只为了做菜，热衷于他喜爱的事情，能够放下身段，干着厨师的活儿。见欧阳雅进来，欧阳俊立即跑向他：“大姐，战远哥哥怎么了？”欧阳俊兄弟俩年纪还小，就算也在听着，却还是一塌糊涂的。兄弟俩最怕的就是战远还能不能在他们家里当厨师。要是战远走了，新来的厨师做的饭菜有战远做的那么好吃吗？大姐，战远哥哥还会给我们做好吃的吗？他会不会离开？我舍不得他。大姐，我喜欢吃战远哥哥做的饭菜，你不要炒他鱿鱼好不好？欧阳健也跑过来，和哥哥一起求着大姐不要赶走战远。